欢迎来到 Star News HT 频道，请订阅并分享，以便及时了解当今著名明星的最新消息。撕掉小哪吒标签，宋走凭什么走出童星困局？用演技和作品重塑自我。很多人对宋祖儿的记忆还停留在小哪吒那个双系红衣的小孩身上，而我觉得吧，现在再看他这一路长大的轨迹，比童年滤镜可有意思多了。说句实在的，我第一次认真注意宋祖儿，不是在《宝莲灯前传》，是在北京电影学院校考的新闻里。那会儿各大媒体都在说童星考北电，照片一出来，我当时心里就嘀咕，这孩子命挺有意思，从小就被全国观众看着长大，结果转头还得跟一堆普通考生一样排队，体测、专业课挨个打分，没谁给他开后门。而他原名孙凡清，98年生在天津，小时候被家里带去剧组跑龙套，机缘到了演了小哪吒。说到底那会儿就是个孩子，啥也不懂，导演让干嘛就干嘛，而观众特别容易把这种童年角色当成终身标签，用惯了，小哪吒就成了他整个童年的代号，甚至有一阵子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本名叫啥。我个人认为，童星出身这事儿，外人看着光鲜，里头门道多得很，干得早，曝光高。但是童年被打包成商业产品，你说是福是祸挺难讲。有的童星就没走出来，长大以后颜值跟不上，戏路断了，整个人直接变成回忆担当，人还活着，生涯先被定义结束了。而宋祖这条路，算是从滤镜里一点点挣扎出来的样本。你看啊，他从小哪吒之后，并不是一路主角拿到手软，他中间有好几年是那种大家隐约认识这张脸，但叫不出名的状态。那段时间给我感觉更真实，没热搜加持，没综艺的刷脸，就是老老实实去学习，去考北电，去重新把自己当一个普通表演系学生对待。说句人话，重新做人。有次我去北电采访，跟老师聊天，聊到现在年轻演员的状态，有老师就顺嘴提到，说有的从童星过来的孩子，上课不端着，形体课流汗流得特猛，台词课挨批也不翻白眼。我当时心里就有数，这种评价一般就是对那几个有代表性的学生说的。你说圈内独家消息算不上，算是老师们的小八卦，但很管用。而宋祖儿的长相确实是娱乐圈那一挂极为吃镜头的类型，我就纳闷了，有些人偏要装作看不见这件事，非要说靠脸靠美貌，好像美也是原罪似的。他那种饱满头包，脸轮廓清晰，下颌线利落的跟雕出来似的，高鼻梁一立，侧脸妥妥海报质感，这样的骨香在镜头前是不太容易翻车的，这点谁都得承认。但好玩的是，他这张脸既能清纯，又能明艳，一套淡妆轻纱裙，就有古校园里那个干净的学妹那味儿，妆艺加深，造型往复古冷艳一靠，立马有种迎展红毯女主角的感觉。可甜可盐这词儿在她身上不算夸张，问题是大家老容易被颜值分散注意力，看戏的时候眼睛先被美吸住，反而忽略她在角色情绪上的细节。说句实在的，我对她转折性的角色印象就是《乔家的儿女》里的乔四美，那角色说好听点叫热烈执着，说难听点就是容易为爱上头，没少被剧情伤到。宋祖儿演的时候，前期的那种傻乎乎的把感情当全部的劲儿，特别接地气，我看着心里直犯急，这不就是生活里一堆姐妹的缩影吗？而后期角色被生活一点点磨损，那种破碎感不是用哭腔就能堆出来的。他有很多细小的眼神变化，嘴角的习惯动作，整个人像是从屋里那盏灯亮堂堂变成了有点暗有点虚的光，我个人认为这就是演技。
不是在镜头前表演痛苦，而是让你觉得他整个人真的被生活折腾过。在往后无忧度里，他一人分饰两角，这对演员来说就是考试题。扮下那一面是纯真、善良的，舞娘那面又诡谲又有点危险。一个演员在同一剧里切角色，稍微演不好就会变成换衣服换妆容的表面差别，而他那种微表情的调节，眼神里光的温度都不一样。说句实在的，这已经不是童星转型了，直接是专业演员的功课水平。很多老师爱在课堂上拿这种片段做分析，说你们看同一个人怎么通过细节把两个灵魂演出来。我也看过剪好的教学视频，确实有东西。有人说这是剧组帮忙的镜头设计，我觉得吧，镜头再会设计，演员自己不接得住也没用。而他在古装这块折腰那种古偶剧，本来就容易被归到甜宠流水线，结果播出来，海内外热度都特高，各平台数据也不错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很多国外观众评论里直接夸他的古装气质，这就说明他那种温婉又不柔弱的角色状态，能跨语言被感知到，这不是滤镜，这是个人的强度。有人老说现在年轻演员浮躁，我承认很多确实如此，但宋走在这点上反而有点反向操作。圈内有人说他是那种能在剧组蹲得住的人，没戏的时候也不热衷到处上综艺刷存在感，而是待在角色里，把台词抠得挺细，性格有点直，有啥说啥，不太会搞那种虚情假意的人设。生活里那种松弛感，我挺欣赏的。她穿个简简单单的白裙，在路拍里就很自然，私服也不追求惊天动地的时尚，更多是舒服，适合自己。素颜状态下皮肤细腻，五官还撑得住，挺少见的。有些明星离了滤镜直接认不出来，她算是那种明星与普通人之间平衡的还行的样本。说到底，她没去刻意消费小哪吒这个童年滤镜，这个特别重要。很多童星长大以后，综艺上动不动就拿童年片段当噱头，炒情怀，卖回忆。而他更多是通过一部一部作品告诉大家，那是我小时候演过的一个角色，不是我一辈子的枷锁。这点挺爷们儿的，虽然她是姑娘。我就纳闷了，为什么有些人总喜欢把女演员分成演技派和颜值派，好像这俩不能共存似的。宋走这种明明长得好看，镜头友好，戏也在认真打磨，却总有人用刻板印象给他划框，说什么靠脸吃饭。说句实在的，现在这行业如果只靠脸，早就被算法淘汰了。圈内知情人士也聊过，说他在片场不怎么耍大牌，有时候甚至有点像刚入行的小姑娘，嘻嘻哈哈跟大家混一起，但一到开机就立刻拎得清，该进戏就进戏，不带拖泥带水。而这种两面性，一个是生活里的直率活泼，一个是工作时的敬畏专注，反而让人觉得更立体。他从98年出生到现在，观众其实是一路看着他从童年到成年，从小哪吒到乔四美，到古偶女主，整个成长线像是摆在公众眼前的开放档案。这种被看着长大的压力不小，稍微哪步走偏点，网络舆论就容易把所有童年记忆翻出来做对比，挺折腾人的。而他选择用作品回应，少说话，多演戏。现代生活剧里，他能找到真实的烟火气；古装奇幻里，他能把人物内核抓住，不只是漂浮在服化道上。青春校园题材里，他的年龄和状态又刚好在那个可信赖的区间。反正对一个还不到30岁的演员来说，这个履历已经够厚了。说句实在的，在当下这个流量整天飞来飞去的娱乐圈里，一个从小被捧着的童星，长大后还能保持某种简单、纯粹，又能在专业上持续进步，这本身就很难得。
而送走就是在这种矛盾缝隙里一点点往上挤，没靠炒作，没靠撕逼，靠的是角色一个个顶上去。我个人认为，它兼具少女的灵动和成年人的沉稳，这种气质挺适合长线发展。长相不怕时间镜头，心态不太被流量绑架，演技在往上走，这三条凑一起，未来可期。而观众嘛，如果还能记得小哪吒，就也不妨多看看现在的乔四美、半夏那些已经长成的角色，记忆可以怀旧，人的往前走。说句实在的，美貌是他的加分项，演技是他的底座，而选择怎样生活，是他自己要交的答卷。光影长河里，他还年轻，故事也才刚写到中段，咱就别太早给人家下结论，留点耐心看看后面怎么演。别把童年那点滤镜用得太狠，给未来留点空，这样才有意思吗？